姐，你知道外面很多大酒楼、大酒店都在魔掌霍霍，等着战远被你换掉，他们好抢战远过去，成为他们镇酒楼的神厨。以战远的厨艺，去到任何一家酒楼，都能成为坐镇酒楼的大厨。欧阳雅笑了笑，说道：“看他们谁出的价高，能不能请得动战远了？人家都有自己的酒楼、酒店，本来就投身餐饮行业，做出来的成绩也瞩目。他们还想请他去当厨师，哪有那么容易的事？除非他们的酒楼被战远收购了。况且我也没有吃厌战远做的饭菜，让他们慢慢等着吧。你可以跟坊间的人打个赌，赌一赌，战远在我们家里给我当私厨，能否干满1年？我想你可以赢一把，当然也会输得很惨。打赌吗？总有输赢的。”欧阳婷笑道：“早就有人打赌了，不过他们第1轮赌的是战远能否干满3个月，压战远干不满3个月的人，怕是要输了。现在开始第2轮打赌，赌战远能不能打破给你当私厨的记录。这一次压住的人就谨慎多了，压战远能够打破记录的人多了点儿。打赌战远能否干满1年的还没有开始。对于打赌的人来说，战远先刷新记录，才能开始第3轮打赌。还真有人打赌呀。姐，你以为是开玩笑的？告诉你，这是真实的。由于解换私厨的速度太快，就开始有人打赌了。这种事情已经挂续了2、3年吧。我听说有些人因为拿这种事情打赌，赢到不少钱，也有人输了不少钱。欧阳雅无语的道：“这么说，那些压战远能够刷新记录的人，岂不是盼着战远一直干下去？他身上的担子可重了，万一他让人家输钱，出门会不会被人砸鸡蛋？”欧阳婷被大姐的话逗得直笑，笑得肚子都要痛了。姐，你想多了，这些打赌都是私底下的，又没有传的满城皆知，就算那些人输了，也影响不到战远。你以为普通人会拿这样的事打赌？还不是咱们这个圈子里的。输赢对他们来说不重要，他们就是图个乐趣而已。他们欧阳家是 A 市顶流的豪门，对于普通人来说，他们连本市的首富是谁都不知道，哪里知道首富家的大小姐换私厨速度快？知道的大多数是豪门家族，最差的也是薄有资产的中产家庭。他们能通过结交到的一些老板得知首富家的一些事情。姐，准备下班了。欧阳婷看一下时间，对姐姐说道：“你手里头的事情忙完了，先下班，姐还要忙一阵子。跟苏总约好了晚上8点在 A 市大酒店见面，谈一下继续合作的事。”欧阳婷说道：“那我先下班，我晚上就不应酬了。今晚能够早点回家休息休息，很久没有逛过街了。晚上我约几个朋友出来聚聚，逛逛街，买点东西。其实什么都不缺，就是喜欢逛街购物的那种随心所欲。盯着2个小家伙写写作业。我这2天忙，没空管着他们，有点松散了。”欧阳雅管2个弟弟的学习抓得很紧，也管得很严。2个小家伙最怕的就是他这个大姐了。欧阳婷嗯了一声：“等我回去。他们的作业早就写完了，说不定在下棋。兄弟俩都喜欢下棋，不能出去玩，就兄弟俩坐在一起，在棋盘上厮杀上1天都可以。他们都很聪明，作业完成得很漂亮。姐看到他们虽说松散了点，不过学习没有退步，各项兴趣班也稳定发展，偶尔让他们放松放松也没事。”欧阳雅动动嘴皮子，最终什么都没有说。妹妹说的话也有几分道理，不能逼着2个小家伙太紧，他们还小，只有6、7岁大，童年就要无忧无虑，快快乐乐的。他已经给2个弟弟太大的压力了。战远闲时也会陪着他们，我觉得战远很会带娃，可能他在家里帮大人带过娃，有经验。战家年轻一代共有9个男孩子呢，1个女孩子都没有。战远是排第6的，他下面还有7少、8少和9少。9少最小，现在还没有成年，想来他是由哥哥们照顾大的。战燕可不是，他
他从小就杠着8座大山长大，谁知道他的苦？哥哥们个个都优秀，但凡有一个平庸一点，战燕都不用压力山大，害得他拍马都在追赶哥哥们的脚步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追得上七哥的步伐。七哥前面还有6个哥哥，哎，他这辈子都得杠着8座大山过日子了。欧阳雅笑笑，没有再接话。随着时间相处长了，他发觉战远就像一本厚厚的菜谱，每翻开一页都是新鲜的美味佳肴。他也很想去拜访一下战家的长辈，特别是战家老太太，能教出战远这么优秀的儿孙，战家的长辈才是最厉害的。欧阳婷出去了，她还要去吃饭，不同于大姐，就算傍晚不下班，留在办公室里做事也饿不着。战远会给姐姐送饭上楼，有时候他太忙没时间出去吃饭，都是跑到姐姐的办公室里蹭饭吃。欧阳婷还觉得姐姐的气色比以前好了很多，是从战远给姐姐当私厨开始。战远还说他会做美容汤，大姐被他照顾着，每天3餐不就越来越好了。也是战远胆子大，到了饭点就敢打断大姐的工作，要求大姐在吃饭的时间内吃饭，饭后再休息休息，然后才继续工作。战远照顾大姐真的是无微不至，说战远对大姐没有意思，鬼都不信；说大姐对战远没有感觉，神也不信。最近欧阳婷发觉大姐已经不会打趣她和战远了，那是大姐对战远生出了一点点想法，以及不易察觉的占有欲。当然欧阳婷从来就没有对战远有过男女心思。欧阳婷在电梯口就遇到了刚从电梯里出来的战远。2小姐。战远君脸上挂着温煦的笑容，暖人心。心情不好时，看到他都能心情好转。欧阳婷微笑的点点头，算是回应了他的问好。我姐晚上要应酬，傍晚会留在公司里加班，你给我姐送晚餐进去吧。好。战远就是给他未来媳妇送晚餐来的。欧阳婷进了电梯，转身时看到战远已经走开。欧阳婷笑了笑，自言自语：什么时候我也能遇到一个满心满眼都是我的好男人？大姐遇到了战远，哪怕他们还没有正式发展感情，但他们眼里都有了对方。不久的将来，他们俩肯定会成为一对恋人。若是双方长辈没有意见，他们就能成为一对恩爱的夫妻。想到自己家里的情况，欧阳婷还是有点担心姐姐和战远不能走到最后。姐姐不可能远嫁，嫁人后也要打理欧阳家的生意，会很忙很忙，需要婆家及丈夫的理解及包容的。战家的家风好，他们也只是听说而已，真正怎么样，他们都不知道。欧阳婷想，可以游说一下长辈们飞管城旅游，最好就是哄得姐姐也去一趟，到了管城就能深入了解战家。不过想到姐姐的行事风格，也是由不得长辈话事的，欧阳婷又不担心了。他们的事由他们自己处理，她不用操那个心。战远敲开了总裁办公室的门，得到欧阳雅的允许后，他才推门而入。大小姐，到饭点了，先吃饭吧。战远走过来，将送来的晚餐摆放在欧阳雅的办公桌上，然后就开始收拾欧阳雅的办公桌，让她吃饭时不能分心处理工作上的事情。战远说的，吃饭时就认认真真吃饭，不要想着工作上的事情，才能品尝出各种食材的美味。也就战远才敢这样说，敢这样做。仗着他战家6少爷的身份，过硬的厨艺，自己的生意也做得足够大。他未来的媳妇看重能干的人，对他是客客气气的，包容很多，他才敢那样说。不过他在欧阳雅面前还是恭恭敬敬的，不会做出太多越轨的事。欧阳雅就喜欢他这一点。大小姐先洗手用餐，我去清洗一下水果。战远还提着几个新鲜的水果过来，是给欧阳雅准备的饭后果。饭后果他还要求欧阳雅在餐后半小时后吃。好，刚好我也饿了。欧阳雅看到他送来的晚餐，就觉得食欲大动。忙了一个下午，
耗掉很多的体力，是时候补充能量。你吃过了吗？欧阳雅在小茶水间里洗手，随口问了句正在洗水果的战远。我等会儿再吃，饭菜做好后，要刚出锅时热气未散吃才好吃。欧阳雅顿了一下后，对他说道：从明天开始，你多做一个人的分量，我们一起吃。每次等他吃完了，他在吃饭，已经错过饭点，有他照顾着他的一天三餐，欧阳雅的胃痛都少发作了。他固定时间就催着他用餐，三餐正常，胃就养好。可不能因为他胃的毛病被他养好了，他却落下胃痛的毛病。主要是每次他等他吃了饭后，过了半个小时，等他用了点饭后果，他才会离开。有时候他还会和他话一下家常，喜欢听他聊起他家里的事，听他说他的兄弟们，感觉他和他的兄弟们，哪怕只是堂兄弟，感情都很好，比很多人的亲兄弟都要好。怕战远不答应，欧阳雅又补充一句：我一个人吃的也不香，有个人陪着，胃口都好很多。战远知道他是故意那样说的，怕他不答应。他岂会不答应？那是求之不得呀。好，大小姐不介意，我以后陪大小姐一起吃饭。大小姐先出去吃饭，我很快就能准备好饭后果。欧阳雅看了看他，没有说什么，出去了。以往他除非应酬才会吃点饭后果，一般情况下他吃完饭就赶紧回休息室里，抓紧时间休息一下，哪里顾得上饭后果。欧阳雅后知后觉，战远在不知不觉间改变了他一些小习惯，改变的小习惯会让他休息的时间略长一点，身体也就更好了。很快，战远端着准备好的饭后果出来，他将那几样水果切片的切片，摆成了一只展翅凤凰。不用切片的小果子被他留作点睛所用。就这片刻功夫，你居然摆出一只凤凰。欧阳雅夸赞。战远笑了笑，很简单的，看着都舍不得吃。别不舍得吃，我会摆很多图形，盘子够大，我还能摆出一幅山水画。改天有空了，给你一个大盘子，给我画一幅山水画。战远说道，你若喜欢，我可以献献丑。真给你画一幅山水画，我的丹青水平还不错的。也行，改天你画几幅画送我吧，我挺喜欢山水画的。以前也学过画画，还没有接管家族事业时，我闲时也会画画，后来接管了家族事业，每天忙得团团转，再也没有动过画笔了。但我山水画画不好，我擅长的是画各种花，还有美人图，最喜欢古代的美人。战远拿起另一双筷子帮他夹菜，他是一个人吃饭，有时候欧阳婷会和他一起吃饭，战远就贴心的准备2副碗筷。今天欧阳婷不蹭饭吃，反而方便了他。大小姐擅长的恰好是我不擅长的，古风类美人我画不好，现代化的美人画我还能画得几分传神。家里全是俊男美女，战远见多了，有画画功底的他画起俊男美女得心应手。记得他刚学画人物时，经常都对着母亲来画。那时候的母亲还很年轻，美丽端庄，有着当家主母的风范。他是小儿子，比大哥又小了几岁，父母更疼他2分。只要他想画，母亲都会给他当模特，一坐便是大半天。大哥擅长的是画动物，最喜欢画龙和鹰。不过大哥很少画画，以前少画，现在更少画了。战远想，他想再看到大哥画画，大概得等到大哥退休吧。大嫂快生了吧？你想什么？欧阳雅忽然问他。他神游一下太虚，他都看出来了。不愧是欧阳家的当家人，眼神就是利。想到了我的兄嫂，我大嫂应该快生了。等我侄儿出生，大小姐，我想请几天假回去一趟。那是我第一个侄儿，也是我战家下一代的第一人。他是亲叔叔，总要回去瞧瞧。欧阳雅问道，你大嫂什么时候生？他没有后辈的私厨，战远若是请假3、2天，他还能勉强撑一撑，若是请假时间太长，他可能不会批他的长假。战家大少奶奶怀孕了，
欧阳雅是通过好友知道战家的情况，那是战远亲大嫂，战远当亲叔叔的想回去看看侄儿，很正常。不知道，我问过我大哥，估计还有2个月吧，会提前也会推后，说不准的。我大嫂住院时，我就回去看看，等出院回家坐月子，不方便探望了，我就回来上班。然后满月了，我肯定也要回去2天的，毕竟是我的亲侄儿，又是我战家下一代的第一人。欧阳雅沉思了片刻后说道，如果只请2、3天假，随时都可以，超过3天，我可能不会批你的假。你知道我的嘴巴挑，才会一直换厨师。目前我对你很满意，也吃习惯了你做的饭菜。你请假时间太长，我撑不住。他还得再请2个私厨回来，让他们轮班，这样就算有人要请假，他也不用饿肚子。战远说道，不会超过3天，我是当小叔子的。长嫂生孩子，去医院看看就行。有我大哥照顾我大嫂，我们没有什么好担心的。我主要是冲着孩子回去的。从老九出生后，我战家就有10几年没有新生孩子，特别想看看小宝宝。满月的时候肯定要回去一趟的，2天时间足够，我就帮忙招呼一下客人，隔天下午就可以飞过来上班。战远也不会请太长时间的假，知道他未来媳妇儿嘴巴挑，也怕自己请假时间太长，他的大厨位置被其他人取代了。大小姐放心，我平时有教阿豪他们做菜，他们本来就是大厨，经过我的指点，已经能做出让大小姐满意的饭菜。我请假期间就让阿豪给你做饭，保证不会饿着大小姐。阿豪是欧阳家大房这边的另一位厨师，平时欧阳雅不回家吃饭，就是阿豪负责大房众人的每天3餐。不过自从战远来了之后，阿豪的工作轻松了很多。跟阿豪共事了几个月，战远也了解阿豪，是个实在人。阿豪虚心求教，战远便指点了一下阿豪的厨艺。不只是阿豪，就是其他厨师，只要来求教，战远都会指点一下，并不怕别人超越自己，因为他也从他们那里学到了。况且能进欧阳家上班的人，哪怕是小小的一名花匠，都经过各种考察、调查，才能成为欧阳家的正式员工。人品不行的，无法进入欧阳家上班。他不担心阿豪取代自己，大小姐对他越来越信任，特别是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后，对他多了几分欣赏。欧阳雅想说，他吃习惯了他做的饭菜，就算阿豪厨师学到了，吃起来他也会觉得不一样的。大概是他对战远的态度不一样吧。话到嘴边，欧阳雅就打住，没有说出来。想了想后，他才说道，也行，等你侄儿满月，我看看行程能不能改一改，挤2、3天时间跟你去一趟管城，考察一下管城的市场，顺便拜访一下你奶奶她老人家。我对她老人家是越来越好奇，崇拜得很。我问过若彤，她说战奶奶是个传奇人物，到时候少不得要叨扰你和你的家人。战远笑得意味深长的，大小姐若是跟我过去喝我侄儿的满月酒，我全家都会很开心，热烈欢迎大小姐的。就是她的家人会将欧阳雅看成她的媳妇儿，用招待侍来儿媳妇的规格来招待欧阳雅。这话战远不说出来，他和欧阳雅还没有到可以谈情说爱的地步，反正他也不急，温水煮青蛙，慢慢的撩动欧阳雅的心，一切便水到渠成。你大嫂还没有生，你怎么满嘴都是侄儿？欧阳雅后知后觉地打趣战远，你们都盼着你大嫂生个儿子吗？我听若彤说，你们家长辈都盼着有个女儿的。提到生女儿的事，战远苦笑，傅小姐去过管城，知道我战家，也知道我战家的长辈都想有个女儿，肯定也知道我战家在别人的眼里就是和尚庙。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嫁入我战家的女人都是生儿子的，网上数3代都没有女儿。我奶奶、我妈、我婶婶他们盼女儿，盼了一辈子，未能如愿。压力给到我们这一代了。我奶奶说，我们兄弟9人
都结了婚，他老人家就有9个孙媳妇儿，人数多了，希望就大一点，希望能抱个曾孙女。我大嫂这一胎8、9不离10是儿子。家里长辈说看我大嫂的肚子尖尖的，洋洋又说我大嫂肚里的宝宝是个弟弟，我就不敢想侄女了。不过是下一代的第一人，哪怕是个侄儿，也会是我们的宝贝。欧阳雅笑，你们这一代人，谁真生了个闺女，那不得了，会被你们家人宠上天，那是肯定集万千宠爱于一身。软糯可爱的女娃娃，我都喜欢。战远望着欧阳雅的眼神带上了几分的期盼。相较于侄女，战远更希望自己和欧阳雅能有个女儿。像欧阳雅肯定很可爱。欧阳雅的父母辈大多数都是生女儿，跟他们战家完全相反。说不定他娶了欧阳雅，中和了一下，他们能生个闺女呢。他的闺女啊，什么时候能来报道？老婆还没有追到手呢，就想闺女的事了，早得很。战远拉回了飘远的思绪，说道：若没有侄女儿，侄儿们个个像洋洋那么聪明可爱又懂事，也不错。好久没有见洋洋，我还怪想他的。欧阳雅好奇地问：洋洋是谁？战远告诉过欧阳雅的是欧阳雅太忙，没有将他提到过的人全放在心上。他耐心地再一次解说：洋洋是我大嫂的外甥，是我大嫂帮着带大的，现在都还住在我大哥家里，由我兄嫂照顾。小家伙长得俊俏可爱，很聪明，能说会道又很懂事，真的人见人爱。到时候大小姐去我家里做客，就能看到他了，保证大小姐会喜欢他的。他就和俊少一样，比俊少小2、3岁。战远对欧阳俊特别好，不仅仅是未来的小舅子，还因为他觉得小舅子和洋洋一样，懂事又俊俏可爱。欧阳雅笑，每次听到你提起你家里的人和事，我的心就会躁动，想去看看，甚至生出加入他们家的想法。这句话欧阳雅就不好意思说出来。战远对他很好，妹妹说战远看他时眼里有光，总说战远是冲着他来的。事实上战远也算冲着他来，因为他嘴巴挑，是他要请私厨。说白点，战远是冲着厨艺来的。有时候欧阳雅与战远对视，被他专注地看着，他也会生出其他想法，以为战远对他是否有点心动。不过那种想法很快就会被他甩开。他和战远就是厨师和大小姐的关系。战远对他好，因为他是战远的老板，他烧的菜有什么问题，他能吃出来，告诉他，让他改正，以此来提高他的厨艺。这是一个热衷于做菜的男人。除了做菜，他似乎没有其他特别的爱好了吧。反正相处2、3个月了，欧阳雅就只知道战远爱做菜，其他喜好暂时还没有发现。还有一点便是战远出身于豪门大族，打小接受着良好的教育，有着极高的修养，所以他对谁都很好，轻易不会发脾气，涵养相当的好。撇开两家距离太远，战远就是欧阳雅泽夫的标准。可惜了，欧阳雅在心里叹息，战家在管城，距离他家2000多公里呢，坐飞机都要几个小时才能到管城，到了管城还要坐1、2个小时的车才能到达战家吧。距离太远，自己担子又重，父母年纪大了，弟弟年幼，他无法远嫁，也放心不下这么大的家业。他花了那么多年的时间才撑住了欧阳家的生意，稳定了局面，并让欧阳家的生意越做越大，越来越好。一旦他离开，就算底下那几个妹妹能够接班，也会乱上一乱，那是他不允许发生的事，除非战远能够上门。想到战家是豪门大族，战远这个六少爷是当家人的嫡亲弟弟，怎么可能肯上门呀？欧阳雅心里那点心动硬生生被摁住。我们家随时欢迎大小姐。战远又给欧阳雅加了菜，大小姐快吃吧，菜要冷了，冷了就不好吃。办公室里有暖气，要是没有暖气，饭菜早就冷了。年已经过了，但 X 省的 A 市还很冷。
战远听同事们说，年后都还会下雪，到春寒吗？就是管城在年后都会有冷空气南下，然后冷上一段时间呢。好，欧阳雅收起胡思乱想，认真对待她的美味晚餐。饭后，战远收拾碗筷进洗间里清洗，让欧阳雅休息一下，半个小时后再吃水果。在这半个小时里，不要想工作上的事，让大脑可以轻松轻松，这样才能应对晚上的应酬。欧阳雅走到窗前，看着窗外的世界。办公大厦很高，她的办公室又在最高层。站在窗前眺望，能将 A 市繁华的夜景尽收眼底。她有多久没有好好的欣赏过 A 市的夜景了？每天早出晚归，匆匆忙忙的，有着开不完的会议，处理不完的文件，谈不完的生意，总觉得时间不够用，不知不觉间时间就过去了，仿佛昨天才接管家族事业，转眼间已经过去了几年的时间。以前他刚接管家族事业，被多少人看轻，不相信他能撑起欧阳家族庞大的事业，多少人想吞并欧阳家，想瓜分欧阳家，只因他的父辈过于平庸，在爷爷奶奶过世后，父辈撑不住，导致欧阳家族的生意走下滑坡，亏了不少的钱。再加上旁系的那些亲戚想瓜分欧阳氏，不停地挖坑，各种坑，他父辈就被坑了不知道多少回。他这个长女长孙女不得已10几岁就开始接触自家生意，凭着一股狠劲，一点点站稳脚跟，稳住了局面，粉碎了亲戚们的各种阴谋。现在那些亲戚看到他都是绕路走，怕他怕得要命，实在无法避免碰面了，都是极力的讨好他，或者不吭声，充当隐形人。鉴于很多亲戚都是父母的姑姑呀、舅舅呀，对于父母来说还是很亲近的亲戚，欧阳雅还不能将他们一棍子全都打死，还要给人家留条活路。谁叫他的父母还要和那些亲戚来往呢？就拿母亲来说，母亲的娘家路不肯断，哪怕他的亲舅舅在那几年也跳得很欢，母亲还要回娘家，欧阳雅就不能整死他的亲舅舅。他能做的就是逢年过节再也不去舅舅家里，舅舅心知肚明，不敢说什么。欧阳太太还能回娘家，欧阳雅的舅舅就知足了。若是连自己的妹妹都不回来了，那他们家与欧阳家的关系就真的断了，那不是好事。如今 A 市商界，欧阳家属于龙头老大了，多少人都看着欧阳雅的脸色行事。一旦欧阳太太断了娘家路，她的娘家兄弟生意就不好做，分分钟钟被那些见风使舵的人整死，破产倒闭，负利累累。大小姐，过来吃点水果吧。战远温和的声音响起，欧阳雅才惊觉自己竟然站在窗前看了半个小时，敛回了远眺的视线。欧阳雅转身走回到办公桌前，在她的椅子上坐下来。战远在水果盘上放着一次性的小叉子，方便她吃水果。吃过了饭再吃水果，欧阳雅吃的不多，不过每一种水果她都试过了。战远，我需要处理好几份文件，然后去和客户谈生意上的事，你回去吃饭吧。从明天开始，你做饭时多做点，我们一起吃，这样你就不用饿肚子。是你说的3餐要正常，才能养好胃。我的胃被你养好了，可不能让你的胃出毛病。战远浅笑，好，我求之不得。也谢谢大小姐的关心，让我心里暖暖的，甜甜的。说这话时，战远看欧阳雅的眼神里带上了几分的情愫。欧阳雅与他对视，从他的眼神里读到了他的情愫。欧阳雅的心跳莫名加速，不过很快他就恢复了常态，对战远说道：“你回去吧。”战远点头，开始收拾。很快，他便退出了总裁办公室。欧阳雅的视线追着他的身影，直到他出去，办公室的门关上了，欧阳雅才敛回视线。想到战远看他的眼神，欧阳雅陷入了沉思。江城丰泽大酒店雅间里，谈成了生意的凤晴和海玲齐齐起身和对方握手，2个人一起送客户下楼。
等客户上车走后，凤晴偏头对海玲说道：“海玲，时间不早了，陆总还在里面等着你，你去接上他。回家早点休息，天气怪冷的。”陆总的腿脚不便，又不习惯江城的寒冷。陆东明过来后，第3天就感冒了，看了医生，吃了药，现在都还有点咳嗽。海玲不动，他反问凤晴：“他们是今晚动手吗？”“这个我哪知道呀，他们想什么时候动手就什么时候动手，我等着便是，想来就是最近的了。我放出去的风声，方要出差半个月的。”他不想让海玲担心，没有告诉海玲，他5个哥哥今晚就会动手。海玲静静地看着他半晌后，伸手捏了一下他的脸。“凤晴，你撒谎的时候眼神飘忽，不敢正视人的，那叫做心虚。”凤晴轻拍开海玲的手，笑着：“海玲，我好歹是你的姨，你这样捏我的脸，把我当成小孩子了。我可不是洋洋。是，你是我的姨，但你还比我小几岁，我的生活阅历比你丰富。不见得的，我又不是被千娇百宠长大，我也是被他们各种欺负虐待，苦中求生存，挣扎着长大，并不比你幸福多少。应该说还不如你，你还有个妹妹与你相依为命。我是身无一人，养父母养哥哥都对我不好，没有一个人把我当成亲人看待的。回到亲生父母身边，除了亲妈，其他人也不把他当成亲人看待。郑一帆还说他不将他们当哥哥看，他们何曾将他当妹妹来看。他只有几岁大的时候就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不要指望任何人，他能靠的只有自己。尝到了有靠山有依靠的滋味，还是成了凤家的接班人。亲妈帮他申请到了助理，方瑶来到他的身边后，他就尝到了有人依靠的幸福安全感。都过去了，我们以后都会很幸福的，咱们往前看。凤晴，告诉我他们会在哪里动手？海玲轻声问着。不等凤晴回答，他便挽上了凤晴的手臂，带着凤晴往回走。2个人的保镖不远不近地跟着。他们的秘书在送走了客户后，就让秘书回家了，今天的工作算是结束。海玲，相信我。凤晴没有回答海玲的问题，只让海玲相信他。你若有动静，他们就会知道咱们早就挖好了坑，在等着他们跳，他们不会跳的。海玲默了默后说道：“凤晴，答应我，一定要好好的，不要掉一根头发。”凤晴笑：“这个有点难呢，不掉一根头发，怎么将他们送进去？”他说过，只要郑一帆兄弟3人老老实实的，他不会动他们，顶多就是降职减薪，不会再让他们坐在管理的位置，缺德不配位，白拿高薪。但凤晴不放心啊，应该说凤晴对自己的哥哥太了解，知道他们不会死心，也不甘心，早晚还会闯出大祸来，惹怒海玲，落得凄惨的下场。趁海玲还给他几分面子，2个人又在交接期间。很多事情海玲还要请教他，他出此策算是挽救3个哥哥，至少保住3个哥哥目前拥有的房子、铺子等家产，免得他们最后一无所有。陆总过来了，你去吧。进了酒店就看到陆东明慢慢地走过来，他的2名保镖推着轮椅跟在他后面慢慢走着。进出酒店的人都会多看陆东明2眼。大堂经理想扶陆东明的陆东明拒绝了。海玲深吸几口气，对凤晴说道：“有什么事就打电话给我，祝你好运。”“谢谢。”凤晴微笑道：“谢，我们都会好运的。”海玲走向了陆东明，凤晴则是转身往外走。“东明。”海玲上前扶住陆东明，“走吧，我们回家。”陆东明任由他扶着，夫妻俩一起慢慢的往外走。“凤小姐走了。”“她没有告诉我，我想应该是今晚。”郑一帆兄弟3个傍晚正常下班，并没有加班，交给他们的事情都做完了。陆东明低声说道：“还有几个帮手，其中2个人是凤家那个假千金的亲哥哥。”海玲不说话，等出了酒店，上了车后，海玲才叹着气说道：“
凤晴是个好女孩，就是亲人缘薄，养父母一家对她都不好。回到亲生父母身边，亲爸和3个哥哥也无法打心里接受她。就是她亲妈，要不是坚守着凤家100年的家规，传女不传男，对她也不会好到哪里去。凤月后期对凤晴的好，为了给凤晴一条活路，想着送走凤晴，保住自己唯一的女儿。那都是因为凤月走不出凤家100年家规的束缚，因为凤晴才是她的亲生女儿，只有凤晴能够成为接班人，以后接管凤氏家族。凤若哪怕她花了20多年的心血去栽培，到底不是凤家的亲生血脉，无法接班。3个儿子既没有能力，也不符合家规规定，他才会重视凤晴。假若凤家没有那样的家规，凤晴就算回到亲生父母身边，也得不到重视，他们的心都偏向凤若。毕竟凤若在他们身边长大的，有20几年的感情，而凤晴是突然回来的，他们一点感情都没有。就是如今郑华父子4人都还是念着凤若的，说不定要对凤晴下手，也是想替凤若报仇呢。凤若不是凤晴害死的，但凤若会落得那样的下场，是因为凤晴的回归，让他失去了他原先拥有的一切，又不知死活地向凤晴挑衅，落的那般下场，也有凤晴在背后推波助澜。海玲他们是站在凤晴这一边的，自然觉得凤晴才是正义的一方。郑一帆他们站在凤若那一边，就会觉得凤晴心狠手辣，歹毒得很。说白了，人心都是偏的，这个世界就没有公平可言。陆东明说道，他属于先苦后甜了，以后他的生活会很幸福的。方先生眼里心里都是他，一辈子忠于他，不离不弃。亲情他想必早就死了心，